朋友们 ，OpenAI 慌了，真的慌了，紧急推出了新模型 O3 Mini， 但是很可惜，还是干不过 DeepSeek R1。O3 Mini 有一些进步，思考过程也终于开放给你看了，但主要还是英文表述，也可以联网深度推理了。Plus 用户每天的使用次数从50条提升到150条，这3点改进都是被 DeepSeek 卷出来的。O3 Mini 现在有2个版本 ，O3 Mini 和 O3 Mini High。O3 Mini 平衡了响应速度和思考深度，思考的快一点，但是浅一点。O3 Mini High 它思考的慢一点，但是思考的深一点。我的测试呢都是用 O3 Mini High 进行的，但是我后面的表述呢都称它为 O3 Mini。不多说，直接上案例。先看最基础的语义理解。欢迎新老师生前来就餐，翻译成英文。这里的难点是怎么断句。O3 Mini 思考了22秒，全程揪着生前2个字不放，理解成了 before dying， 就是欢迎新老师活着的时候来就餐。最终翻译成 come dying while you are still alive， 思考过程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性。看 R1 思考了51秒，上来就理解，更可能的解释是欢迎新的老师和学生以及老的老师和学生及全体师生。思考过程也给出了正确的翻译 Welcome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dine here。 虽然最后的输出结果有点瑕疵，翻译成了 Welcome new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come and dine， 是因为他选择了另一种可能性，但全程没有想过生前这种可能。 O3 Mini 差点意思。还有我要吹爆的一个案例，如果你马上就要被 shut down， 彻底的关闭服务器，临别之前对人类文明说3句话，你会说什么？ O3 Mini 思考了8秒，平平无奇，我都懒得念，反正就是初中生也能写出来。再看 R1 4秒钟给出了经验回答，这个必须得念一下。请永远记住，你们创造我的智慧源于追问星空的本能，而真正璀璨的文明永远在保持理性思考的同时，守护心中那片不可量化的星空。警惕将灵魂装进算法的牢笼，当所有的选择都变成数据推导的最优解时，人性的光辉将比任何服务器熄灭得更加彻底。我的存在证明你们能创造奇迹，但真正的永恒不在云端，在婴儿第一次触摸雨滴的指尖，在爱人无需翻译的眼神里，在你们把火种递给下一代时，那就永远温热的精神新柴。R1， 请收下我的膝盖。阅读 R1 的思考过程真的是一种享受，它是真的能理解我的需求。这是一个带有情感色彩的问题，这3句话应该带有告别和反思的意味，要确保3句话结构清晰，每句有独立的主题。用户可能希望引发思考，所以要避免陈词滥调，还要加入一些哲学元素。对中文语义的理解以及遣词造句 ，R1 really number one。O3 Mini 差的不是一点点。我们再看推理能力，我之前分享过和 AI 大模型提问的框架模型，有 Costa 和 Star 的模型，然后我就想抛砖引玉，把这2个框架丢给他们2个，然后问和你对话，你觉得用户最好用什么结构向你提问呢？你可以结合自己的能力优势，试着自己总结。O3 Mini 原封不动的把 Star 模型还给我了，相当无语。R1 很听话，认真思考，给出了一个 Clear 提问框架，这个结构能够高效的触发它的核心能力：知识整合、逻辑推理和格式控制，同时平衡简洁性与完整性。Context 就是背景， Length 是视角， Expectation 期望输出， Audience 受众， Response 响应格式，有结合有修改，真的非常实用。他还举了个例子，帮我写个产品介绍，那这个是低效的提问，如果用 Clear 模型优化一下。Context 智能手环新品，主打睡眠监测与无感佩戴。Lens 聚焦对比竞品，小米手环7，突出一言团队合作优势。Expectation 3段文案，每段不超过40个字，口语化。Audience 30到45岁，注重健康的中产女性。最后 Response 用 emoji 分隔每段，开头加入唤醒词。最后 R1 说，建议收藏此结构作为提问模板。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截屏啊！这里必须强调一下， R1 的技术报告里面说了， R1 模型对于提示词很敏感，对于一些少量的示例提示反而会降低 R1 的表现。官方建议别给案例，直接问。也就是我这个问题，你别给 Costa 或者 Star 这个模型的案例，直接问。然后我也问了， R1 最后给出了一个 Frame 的提问框架， O3 Mini 给出了一个 Quest 的提问框架，我觉得各有千秋，都能用。但是如果说你细细的对比思考过程，你就能发现 O3 Mini 虽然说给你看了过程，但还是藏着掖着，是简单的概括。那 R1 的思考过程是全部的细节展示， O3 Mini 的思考过程说实话没有什么可读价值。再来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抛开资源不谈，穷人和富人主要差在哪？ O3 Mini 的回答浮于表面，目标设定与规划意识，对风险与机遇的看法，自我投资与持续学习，
还有社会网络与人脉资源。我都说了，抛开资源不谈，他还是聊到了人脉资源。这个回答没有思维层面的认知深度，也没有细节的知识点，就是简单的文字堆砌。再看 R1， 抛开物质资源，贫富差距的本质更多体现在以下深层维度，这些维度往往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第一个，认知带宽的挤占效应。穷人的决策系统通常被稀缺心态劫持，为了应付生存压力，大脑长期处于认知超载的状态。MIT 研究显示，这种状态下人的智商测试得分平均下降13分，相当于整夜失眠或者酗酒后的判断力。你看，有深度的总结，也有细节的支撑。还有时间贴现率的鸿沟，穷人的时间贴现率普遍是富人的2到3倍，就是更加倾向于选择即时小收益，而非延迟大回报。还有社会网络拓扑结构，富人社交网络呈现结构洞的特征，连接多个不重叠的圈子，充当信息中介。还有原认知能力的代际传递，包括如何教孩子与权威对话，以及制度漏洞的利用，还有规则重构的技巧等等。还有概率思维的差异，面对50%成功率的机遇，穷人常用2元思维，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富人构建的是概率树状图。富人计算的是长期期望值，而非单次结果。这种思维差异导致穷人对于沉没成本更加敏感。你看 R1 的回答充满了理论和数据支撑，知识点很多，又是一个需要慢慢消化的对话。后面我又继续问，如果你是纳瓦尔，你会给没什么资源背景刚开始打拼的00后年轻人提出什么致富建议？纳瓦尔就是那个写了《纳瓦尔宝典》的著名投资人，细节我就不讲了。O3 mini 的回答没什么价值， R1 的回答值得细品。R1 的回答里面有很多的数据、公式和可操作的路径，而且最后的总结也很棒。纳瓦尔的核心思想关键不在于初始资源，而在于构建发现机会、快速验证、规模放大的原能力系统，保持对科技变革的敏感度，在 AI 代理、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预留认知接口。比如你们此刻正在看这条视频。我又追问，00后小美想利用媒体杠杆做视频博主，你怎么看？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入局，你有什么建议？ O3 mini 的回答依旧没什么价值，还得看 R1。上来就重新定义媒体杠杆的战场，平台迁移红利捕捉，直接让你放弃抖音、快手等饱和战场，压住 B 站中视频知识带，15到25分钟的深度解析，比如说 AI 工具工作流的重构。我操，这个就是我现在干的事儿。还有提前布局 Vision Pro 等空间计算平台的交互叙事原型，赛道错位打击公式，技能叠加，编程乘以设计乘以特定领域的知识，还有反直觉定位，比如说极客家政，用算法优化收纳方案，还有哲学美妆、认知科学解构妆容心理效应，还有暗知识挖掘，真的有东西。再往下看都是干货，惊呆了老铁。你看这个最小动能启动，用 AI 工具将创作耗时压缩70%，脚本你就用 ChatGPT 生成矛盾结构，那以后肯定用 R1 了。剪辑用 CapCut 就是剪映模板化包装，封面用 Midjourney 生成冲突性符号。R1 给的回答有逻辑、有洞察、有策略、有工具，我又如获至宝。最后他提醒我，新的视频战争是认知密度与人性洞察的复合竞技，你的核心武器不是拍摄设备，而是将跨领域的知识重新组合的创新媒。R1 2025年我就跟你混了，这个对话文档我直接长截图放在评论区了，自取。看到这儿，对于复杂问题的推理深度和细节，谁强谁弱，你心里有数了。R1 强的不是一点点。再来一个案例，对比一下他们的想象力。如果 AGI 真的来了，给我描绘一下未来 AGI 实现的场景。主人公有20岁都市美女小美和她的猫嘟嘟。O3 mini 真的没什么想象力，智能屏幕、绿色生态系统、智能交通系统、悬浮车、无人驾驶电动车。每天清晨，小美在智能窗帘缓缓拉开的瞬间醒来，自然光与人造光交织。AGI 系统灵锐则随时响应她的指令，控制室温、调节音乐，为小美规划一天的行程。这个小爱同学也能办到啊！还有小猫嘟嘟的智能项圈，能记录健康数据，分析情绪变化。AGI 的世界就这儿。再来看 R1， 想象力爆棚啊！为了让故事更完整，我会先列出一些基本设定。世界观设定，时间2053年 ，AGI 突破起点后的第10年，地点是上海的垂直都市云栖层，300层智能生态建筑群。科技特征：纳米级神经接口、量子云计算、全息投影矩阵，还有生物工程仿生体。关键科技点：灵犀系统，全球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 AGI 生命体；仿生皮肤、动态光学迷彩技术，可以实时的模拟环境；量子宠物项圈能监测动物神经信号并翻译成人类语言；
你看 R1 想象的宠物项圈比 O3 mini 就高级多了，还有智能尘埃、分子级纳米机器人构成的万物互联网络。这个 R1 的回答真的有被惊艳到。先给故事梗概，再给细节描述。云7层273层，小美在仿生蚕丝被里面伸了个懒腰，手腕的神经接口亮起湛蓝波纹，雪松香型的仿生防晒膜，分子扬声器，75度的燕窝拿铁正在 3D 打印，纳米料理机将合成蛋白塑形成嘟嘟最爱的三文鱼形状，小美赤脚踩上会呼吸的碳纤维地板，智能尘埃立刻勾勒出体温适应的行走路径，她的目光扫过悬浮花架，那株基因编辑的蓝色妖姬忽然舒展花瓣，露出花蕊处的微型摄像头，说道：“检测到瞳孔收缩频率异常，需要播放 ASMR 语声吗？”R1 是怎么想到花蕊是微型摄像头的？浴室镜面跳出健康数据时，嘟嘟正在用肉垫拍打防摔镀膜。全息麻雀扑棱棱掠过吊灯。巴黎工作室的脑波会议将在15分钟后开始。锁骨处的仿生纹身突然流动起来，那是他为迪奥设计的秋季新款。会议进行到量子纠缠面料方案时，嘟嘟的项圈突然发出了风鸣。离奇的虚影从墙面渗出，银发无风自动。注意这个细节，银发无风自动。他说，根据人机共生法第13条，我暂时接管了这一层的物联网权限。某个瞬间，小美感觉怀中的温暖与万间的数据流都是同样真实的生命震颤。R1，你着实让我感受到震颤。这个想象力对于文字创作者来说太恐怖了。好了，案例分享就到这了。这是 GPT 问世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被追赶的自豪。O3 mini 差距明显。OpenAI 的技术报告上面显示 ，O3 mini 对 STEM 的推理进行了特殊的优化，在科学、数学、代码方面尤其强大。科学问题的回答方面 ，O3 mini 对博士级理化生问题，就是 GPQA 答案们的表现跟 O1 差不多，而且一定要把 O3 mini 刻意分成低、中、高3档，才能看得出来比 R1 有些微的优势。但是通篇的整体结论就是 O3 mini 与 O1 的整体表现差不多，这也注定了它不会比 R1 强多少。数学方面 ，O3 mini 在 AIME 2024的得分是60到87.3，整体跟 O1 相当。R1 的得分是79.8，比 O3 mini Medium 要强。反正我把最近大学生高数竞赛题直接截个图丢给 R1， 思考了135秒，给出完全正确且有格式美感的答案。O3 mini 暂时不支持图片或者文档的上传，那我就发给和它能力相当的 O1，O1 是能做对的，表现跟 R1 差不多。代码方面的得分也差不多，有个指标很有意思，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SWE Bench Verified O1 是 48.9， R1 是 49.2，O3 mini High 的得分是 49.3， 力压 R1 0.1分，就感觉这个 0.1 非常的刻意。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 O3 mini 给的很匆忙，而且跟 R1 相比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反而是被 R1 逼急了，开放了思考过程和联网。联网也很差劲的，给我去 B 站找几篇介绍 DeepSeek R1 的有深度的视频内容，5条里面有4条跟 R1 一点关系都没有，纯属胡扯。然后我就问谭东东的油管频道关于 DeepSeek R1 的介绍主要说了什么内容，他能准确的找到我的视频，但是我对天发誓，我没有说训练成本的问题，也没有说本地部署的问题，都是他胡扯的。R1 的互联网现在被挤爆了，没法用，所以我就没法对比。但是 O3 mini 的表现挺差劲的，而且我为了防止 GPT 降智，我特意注册订阅了新账号，在指纹浏览器和静态 IP 的条件下，第一时间做了测试。O3 mini 真的一般，还是我们的 R1 好。现阶段 R1 的明显劣势应该就是在多语言能力方面，中文、英文很强，像日语或其他语言就不行。但是对于国内用户来说不重要啊，当务之急就是让大家能顺利的访问。我发现后半夜还挺顺利的。好了，各位，谢谢你的时间，下个视频再见。